对我来说，这个房子就只是睡个觉，平时上班时间比较长。我来上海肯定要住在上海最中心的地方，就比较符合我对上海的那个刻板印象，什么梧桐树，对吧？然后十里洋场的那种感觉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阔，今天来采访一下这个胖胖威老师啊，也是一名年轻的班主任啊。大家好。好，今天来到了胖胖威小姐姐的家里啊。你这个房子应该是我采访到现在最小的房子了吧？对，7平。7个平方，对对对，你这个等于我们上海人讲就是2层阁，对吧？这个7平等于还包含了一个这个厕所间是吧？对对对。我看一看啊。好的。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吧？没有。这个要往旁边推。往旁边推。对，咱们这也是独卫。你这个衣服平时就是晒在哪里呢？比如说洗完的话。这个我可以晒衣服这一块，然后我们门口有一个公共的那个大杆子，如果你衣服比较多，可以下去放。你衣服就晒在这个窗帘架上面。是的。那么胖胖威啊，像这个房租要多少钱一个月呀？1个月是1500。在徐汇区市中心这边的话，这个还是蛮便宜的。是的，本来房东要1800，然后降了300。像你住下来会有什么不习惯吗？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本身以前在日本留学嘛，然后住的房子大概也这么大，再加上我长得也比较小，所以并没有觉得特别局促。而且对我来说，这个房子就只是睡个觉，平时上班时间比较长。听你讲，你的职业是这个一个高中的班主任啊？对对对，高中老师。哎呦，在我的印象里，这个班主任都是很凶的，你好像没有吗？这个感觉？没有，我是一个比较温柔的班主任。真的是物尽其用啊！你看这个角落嘛，挂了很多的包包啊，这个。对，女生都很多。我看你啊，这个是我的自拍杆啊，这下面还有一个琴啊，小琴。我有时候会家里有琴，但是这边这个太小了，我放不下那种真正的钢琴，用它来练练手。这个不会是你所有的化妆品了吧？是的。我不化妆。你不化妆？对。是个非常随性的，对吧？对。就是比较朴素。这个床我看一下啊，也是非常的暖和。是的。小小的床，这边嘛零食架，这个属于是。是的。对，一个我家乡的明信片，一睹这个思乡之情。这是旅顺的博物馆。你是大连的？对，我是大连人。那么这幅这个水墨画有没有什么寓意呢？我很喜欢山，也很喜欢海。我希望自己的一生就是能够奔赴山海。这么诗情画意的吗？对。那是打算一个人奔，还是再找一个人奔呢？如果有人愿意的话，我特别开心。好吧，希望能有。还好还算有个空调的，对吧？就我来的时候，我房东现给我装的。好吧。然后他说他是一个良心的房东，因为是1级能耗。非常好，给你能省就省一点。对，能省一点。那么像你上班是在哪里呢？我上班的话是在长宁区。长宁区，大概坐地铁是5站。否则的话，一般性人家去郊区租个大一点的、便宜一点的。是的。你也没考虑，因为那边就离得太远了，通勤。对，一来离得远，通勤；二来的话，我觉得我都从老家都过来了，我来上海肯定要住在上海最中心的地方，要不然我都住在郊区，我不如回老家。这个倒是的，感受一下阿拉上海的这个风土人情。对，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徐汇，然后静安，然后长宁，这个黄埔。这几个地方，虹口我去的少一点。这几个地方在我来看，就是虹口也保留了很多上海的遗迹。对，就比较符合我对上海的那个刻板印象，什么梧桐树，对吧？然后十里洋场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上海是保持民国时期特别好的一个地方。像我出门的话，就全都是古建筑嘛，我就觉得很开心在这里。那你出门会不会看到人家在倒马桶啊？这个我们上海的风格，倒痰盂罐。目前来说，好像是小区改造的还不错，我迄今为止还没碰上。好吧。物以稀为贵。我虽然在国内的话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女孩，但是在欧洲的话，我简直就是非常的受欢迎啊。是吧？你不敢信吧？真的是。那么胖胖威小姐姐啊，你以前这个大学毕业后还去做过海员啊？是的。女海员。对。我是2013年8月份，然后学校选拔去了欧洲去当这个海员。那个欧洲的地中海邮轮他是不太看身高和长相什么的，他就觉得好像是你外语好一点就 OK 了，所以就在这个阶段的时候，我就通过了他们的筛选。那个我要问一下，你们是学的什么专业啊？我学的海事英语。海事英语？对，偏海洋方向。后来我记得是在2013年的9月份，
我就开始踏上了去这个欧洲的这条路。这个时候你是几岁啊？我当年的话就是18、19岁，因为我上学比较早。我就已经是大3了，因为我16岁上大1。我记得当时是坐了大概27个小时的飞机。最终是在哪里下飞机的？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一个小港。那个公司在热那亚是吧？它是在热那亚登船，船当时开在那儿。那个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游轮呢？豪华游轮，大概16层。泰坦尼克号了啊？对对对，就出去玩的这种。是的，是的，里边什么赌场呀，什么跑马场呀，什么游泳池啊，他们什么都有，就很豪华的那种。那你就在去之前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工作会不会很辛苦啊？比如说一直要待在船上呢，会不会很无聊？这种顾虑。想过，它其实就是非常辛苦，但是对于当年的我，因为第一个比较年轻，我还不觉得累，也不觉得苦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环游世界的一个办法。这倒是，觉得你想自己出去环游一圈得多少钱呢？是不是还偷着乐啊？你对对对，我甚至还觉得自己还蛮幸运得到这份工作。去了以后才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吧。我们船上大概这1000个员工里边只有11个中国人，然后我们11个中国人里面还分帮分派，里边的事儿也很多。我其实一点都不适应，因为觉得你中国人也不带你玩，然后呢跟老外也交不了心，而且那些老外都是。我一直以为老外是那种很好交往的人，但实际上你真的跟老外交往下来以后，会发现他们很有心机。我觉得说你一个黄种人跑到我们这个白人世界，反正我就是看不上你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在船上都干过哪些工作呢？我干过调酒师，我会调酒，然后我干过那个就是一群客人他们要往上走，你会对他们说就是欢迎登船，welcome aboard， 就一些像打了鸡血一样穿的那个制服，我就算是一个保安吧。在英语中它叫 security guard， 还干过收拾房间。还干过一个就是个 cruise staff， 实际上你就可以理解为他是船上专门陪客人跳舞的，或者说娱乐客人的那种活。这个职位的人就是小丑嘛。那么像你做海员的话，那个时候工资多少呢？大概的话一般都是1500刀左右，当年的汇率乘以7嘛，相当于是在20岁左右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就月收入过万了。2013、14年，那工资算相当高了。对对对。但是你说枯燥也很枯燥，是的。就是他多久能靠一次岸呢？游轮的话，其实客人他是要去玩的，那基本上你就是航行个7、8个小时，他就会靠一个著名的城市，他可能会从热那亚航行到法国的马赛，然后他可能再会去西班牙的巴塞罗那，他就会停下来。你会下去玩吗？那一天如果你的活不是特别多，你就可以下去，但实际上牺牲的是你的那个睡眠时间嘛，因为这个时间它其实是给你休息的，你可能就是只能在那个岸边走一走，去不了很远的地方。实际跟你想的能够周游世界没什么联系，没什么联系。所以这个工作怎么说呢？就是它特别的消耗人。我听你讲你在船上还被性骚扰过啊？这个怎么说呢？这叫潜规则吧。我当时是什么情况呢？因为物以稀为贵，我虽然在国内的话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女孩，但是在欧洲的话，我简直就是非常的受欢迎啊！你不敢信吧？因为他中国人很少，所以你在国外的话，我其实是外国人，所以叫物以稀为贵。很多人他都会觉得，哎，这小姑娘挺好玩的，长得小小的，然后那个像什么意大利人，他们1.8米、1.9米是吧，都大高个子。他看我，他就觉得是一种就像霍比特人一样这外星生物，觉得很好奇。对，所以当时我有一个领导，这个领导呢，就是他长得跟那个奥巴马就很像，就是那种类型的。这么英俊啊？他算是黑人里边比较英俊的，但是呢，他不是我喜欢的型，而且他孩子估计跟我岁数差不多了都。他对我就特别照顾。那么一开始我就觉得可能这领导人不错，后来时间长我才知道他是有点这种想法，因为有的时候我感觉他会刻意靠近我，其实我对这些东西是很敏感的。然后后来我就记得他这个合同期他马上要结束了。走之前的话，我们这边是会给他举办一个就是那个悄悄 party， 意大利语悄悄就是再见的意思。后来举办的时候，因为他第2天就下船，谁知道他今天能干出什么？然后我就说，我今天晚上我就晚点回去。本来其实我已经很困了，但是我一直熬到下半夜1点我才回去。结果我刚进门，刚进到船舱里，我突然间我的那个铃就响起来了。响起来以后我就接完了以后，就是他的那个助理，他跟我说，他说领导找你。我说哪家领导，哪家正经领导会半夜找人呢？然后我就说他找我干啥呀？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，领导让你去他房间。他还不亲自给你，还要叫？哎，他转了一手，这个人精就精在这儿。一个回旋余地嘛。如果你要硬告我，我就说他不是我找，那是我助理可能找你有点什么事，对吧？聪明。但是我就知道，如果我直接跟他当面来的话，那我就完了，因为他肯定会跟新的领导找我事儿嘛。所以我当时就挠头怎么办？后来我就想起来一个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的一句话，我就说 My English is so bad I can't understand what you said 我就给挂了。结果就没去，我就挂了，然后我就把门就给反锁了。我在想，如果你今天敢来，我就
一定要告你就是骚扰，因为在船上是这样，你情我愿人家不管，但是如果你情人家不愿，那你这一行你基本就别干了，因为欧洲人还是对这方面还是比较讲究的。这是我人生中就唯一一次就是遭遇这种事儿。我自己有时候在想，是不是我想多了？但是我觉得不是。当老师是我为了谋生嘛，与其你说是班主任，你更多就是40多个孩子的妈。我跟他们其实更多的像朋友，他们聊什么二次元这种我都能懂。老师这个行业在我所了解应该不是一个特别挣钱的一个工作，就是他的工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，但也没那么差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九瓜，今天来和这个胖胖威老师啊，一名年轻的班主任聊聊天啊。你好。你也是应该是比较年轻的一个班主任啊，95后是吧？对。你是在上海一个比较有名的高中，还是说普通高中呢？名字我们就不讲了啊。好，应该算是普通高中，它是大学的附属高中。你本人是一个大连人是吧？对对对。那怎么会来到上海教书呢？很简单，因为觉得在老家的话，现在经济不太好，因为我研究生念完了，本身是211毕业嘛，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会2门外语，所以我就觉得还有门什么英语，还有英语和日语我都会说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学历再加上这一门技能，应该能在大城市活下去吧。我也希望就是能够在外面有一些特殊的经历，或者说一种体验吧。就更多的其实我没有抱很大的目的性，我觉得这个算是人生的一个经历，然后在自己年轻的时候，我想再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。上海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，从小就很喜欢，所以我就在想，那我就选最繁华的一个城市来看一看。对，我知道我可能留不下来在这里，但我甚至都没落户嘛，因为我学历可以落户，但是我没有落，所以我最终还是一定会回家。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段体验，所以我就选择来了。你来上海教书的话，已经多少时间了？我是今年3月份来的。你是就应聘直接进去的？直接进去的，因为我们算是就是要笔试面试这样子，然后我就都通过了。你现在是在里面教什么呢？我是在里边最早的话，我是考的是外语老师，但他们外语老师在当时的岗是已经满了。英语对吧？对，所以他先让我当班主任，然后到今年的话，他们缺日语老师，于是我就转型教日语了。现在这个高中里还有教日语的？对，因为上海的话，它是小语种可以高考，就是孩子可以任选，英语、日语你自己选，甚至有西班牙语、德语什么都有。那么你现在就等于是教日语的班主任是吧？对，教日语的班主任。在我印象里，好像你这么年纪轻，30岁不到的班主任应该不多吧？不多，确实很少。像你跟这个学生的年龄，一般你高中生嘛都16、17岁的。对对对。跟你也差不了多少，10多岁。对。会不会关系更近一点呢？相对来说跟他们更有话题，他们聊什么二次元这种我都能懂，然后什么明星啊我也都喜欢。我跟他们其实更多的像朋友，有时候因为孩子我可能去看自习啊，我就会坐到他们那个座位。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任课老师一个化学老师进来说，你们班主任呢？班主任在后面，在后面聊天呢。我说我在这儿，就我在学生里面，他们有时候会看不到我，因为你长得也确实很年轻的吧，也跟学生差不多，看对，淹没在里面。因为我小时候我经常被班主任骂的，我感觉班主任好凶啊。你倒是对学生不会这样子？不会，我最生气的话可能也就吼2句，但是一种战术，为了让他安静下来。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时间我跟他们都是更多的像朋友。那么像老师这个工作强度的话，一天的话工作多久呢呀？你要当班主任的话，基本上就是12、13个小时是要的，因为我一般是要7点50左右上学校看早自习，晚自习是8点下课。但是如果你当任课老师的话，我们是早8晚5，然后周末的话我们双休，就相对来说还是好一点的。实际上我的感觉就是，与其你说是班主任，你更多就是40多个孩子的妈，他们什么事情都找你，你大到这个可能考学升学，小到这个头疼脑热，什么都要找你。那做老师的话，你这个收入觉得怎么样现在？因为老师这个行业在我所了解应该不是一个特别挣钱的一个工作，就是他的工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，但也没那么差。我们这行基本就是底薪加课时费，因为我是班主任的工作要更多一点，所以相对来说我的课时一周其实也就10几节，但是如果你纯教课的话，你一周大概要20多节，所以就是底薪加课时费的话，我一个月是可以扣完五险一金，还能剩个1.3万左右吧。但是如果说你可能职称更高，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初级老师嘛，如果你能当上什么高级职称啊，什么骨干评优啊，这样的话其实这个行收入还可以，但是也是要熬年头，因为很多可能大家觉得老师他什么好，他就是寒暑假嘛，你不上班也有基本工资，尤其是不是很差钱的人来说，一年大概有个3、4个月的时间都在放假，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嘛。你3月份到现在已经经历了暑假了，那你2个月在干嘛呢？我暑假第1个月是研究生要在毕业，所以我在整学校的毕业的事情，然后剩下的时间基本上就在忙那个，因为我老家那个房子我在装修，然后就是忙一些那些事情。像今年的寒假的话，我应该会出去打工。打算做什么呢？我可能就是去横店当群众演员。你这个想法有点太突然了吧，有点。当老师是我为了谋生嘛，然后我更多的觉得人生可能还要一部分是在体验，所以我是希望人生能够多姿多彩一点。我很喜欢当收纳师，就帮别人收拾卫生，这是我特别喜欢干的事情，解压治愈，是我的人生理想，我就很想干这种活。
本科生，我不说在上海，在我老家都找不到什么很好的工作。对，是的。你真的你就是怎么找呢？就是几千块钱，压力是很大。我以前头发是现在的2倍到3倍多。你的同龄人都结婚生子了，自己有稳定工作。然后我可能八字还没一撇，我年龄偏大，在婚恋市场上也不占什么优势了。那么这个胖胖薇啊，你是95后啊，已经是快30岁了啊。对，你说你是属于高龄考研，大龄考研，对啊，大龄考研，高龄的好像高龄有点还不至于。对，我是2022年读研究生第1年，算是21年考的，然后22年开始读。就一般性的话，都几岁去考？大部分人都是现在孩子不都是22岁大学毕业嘛，然后可能22岁之后直接考研，然后毕业的话研究生大概25岁，这是正常年纪。我今年毕业就29了嘛，就相当于比他们晚4年。像你是不是那个考研班里面最大的一个了？我们班其实还有比我大的，我们班有80后的，不是一个很稀奇的，有可能感觉大家现在对学历上都已经比较卷了吧。那么你为什么会想去考研呢？就是你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没考虑去考？我大学毕业不就直接去邮轮了吗？在邮轮待到17年实习工作那个时候。对，然后待了3年回来之后，我其实当时我整个人就有点，因为邮轮上学的东西我在陆地上找不到工作，我就在想这就是面临着人生的转型嘛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去了个中专，当了1年的英语老师。然后中专的话，我这个时候其实是第一个点，他说如果你是研究生的话，你的工资会比本科多500块钱。当时这个事情比较触动我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，对不对？那就多500呀，多500，多5000。确实不是多5000，但你架不住每个月多500，是吧？那个时候我就有这种念头了，但是不是特别强烈。然后18年、19年的时候，我就上日本了。我当时在日本的一个打法，我就想说，在日本先把语言学会，然后在日本念研究生。当时是这么一个打法。结果呢，我就碰到了那个著名的事件，就是叫黑天鹅事件了，就不得不在20年的时候就回来了嘛。回来之后，当时我就直接谈了人生中的第一段恋爱。我其实是2020年才第一次谈恋爱，就是很晚了，相对于来说。对。然后那个男孩子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在大连理工的那个男孩子。当时他是考上了研究生，他就觉得好像我的学历各方面可能不是太配得上他，人家就觉得可能人家能找到更好的，他以这个理由跟我分的手。然后这一分手完以后，我就会觉得内心是有这种落寞感的，我就会觉得人这辈子就是你得要这个强，就是你不能说这个成为别人的嫌弃的点。我当年实际上是有一种为了他去考研的这种感觉，但实际上我后来就等到现在我再去想，就是我得谢谢他，对吧？因为如果没有这份动力，你可能还会就是那个力不是那么的强烈。这个是我第2个让我促成去考研。然后第3个原因也是因为职场上你确实是本科生，哪怕我不说在上海，在我老家都找不到什么很好的工作。对，是的。你真的你就是怎么找呢？就是几千块钱，3、4千、4、5千，就这个样子了。然后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实在的这种技术嘛。对，那你基本在这种相对来说2线的城市，你就已经是瓶颈了。所以我当时在想，我毕竟还没到30岁，才20多，然后你这一辈子这么过也不是不行，但是也就这么过了，所以我就会觉得人生到了一种瓶颈期了。而且那个阶段的话，我在想，因为我很小就想当老师，能上一个正八经的学校当老师是一个蛮好的我想追求的东西。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人家这种比较好的学校它都是要求研究生以上学历，你没有这个学历，你根本都不用跟你俩去面试考试这种事情嘛，对吧？这个门槛嘛。所以我当时在想，综合这几点原因，我就觉得就背水一战吧。在当时的话，我其实是在一家日企工作，然后那个日企老板就是每天就 PUA 我，他就是挺不喜欢我的，因为他觉得我能力比他还要强一点，然后他就觉得他有点危机感，对，他经常就是可能会给我一些就穿小鞋这种动作。我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，然后自己特别努力的考了4个月，然后就考上了，然后我就去读研究生了。我读研究生其实因为像刚才跟您说我年龄偏大，所以其实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在研究生的这个我们叫同门嘛，在同门的比较下其实是比较难受的，因为都是00后，可能或者是97年、98年的、99年的这样的孩子，跟他们做同学，压力是很大，需要做很多实验和数据，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焦虑的。我以前头发是现在的2倍到3倍多，而且你会有这种同辈压力嘛，你的同龄人都结婚生子了，有稳定工作，然后我可能八字还没一撇，你在婚恋市场上也不占什么优势了，而且你读书的时候我是全日制读书嘛，那你也没有经济收入，所以那个阶段你想各方面的压力，但是我依然会觉得就是我熬过去了以后，我人生一定会走得更好，特别难，但是我坚持下来了。中间我有3次都想不读，那我妈跟我说钱都花了要读。不过好在你现在还是考出来了，也成为了一名这个高中的老师，上海的对吧？也不错了，这个啊，凑合。
我在养老生活里面，我现在已经做了蛮多的准备，我大概也就想攒个100万左右。哦，100万左右。对，那现在这个目标还有多少呢？目标已经达成90了。我是非常认真的去想这些事，我不是那种异想天开，或者是说就是只做说说而已的人。那么胖胖薇老师啊，你说你是一个未来打算不婚不育，在35岁之前争取退休的这么一个女性，是吧？是的。我说一句很实在的话哈，就是我自身的条件我来讲，就是我喜欢的男生基本看不上我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就是学霸。白白高高瘦瘦的，这样的人可能看不上我。哇，那真是顶级优质男啊，这个。对。然后看上我的，我可能看不上人家。然后我之前的话的感情经历里边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我对前任都很好，我也只谈过前2段恋爱嘛，然后就对人家可能会掏心掏肺啊，可能老好人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付出真心和努力，但最后可能没有什么很好的结果啊。因为男生因为我真的不懂，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对他很好或者很懂事，但对方不想要这个东西，对方宁愿就是喜欢那种很作很漂亮的小公主，我不知道为啥啊，但是真的我发现是这个规律。所以我自己从我短暂的2段恋爱里面，我感觉到我可能不太适合谈恋爱，但是我依然是希望，如果说就是人生有缘分的话，谁都不想就是独自而行。对。然后我父亲的话就跟我母亲很早的就分开了，他就在外面有家庭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的记忆里，我爸我妈就是都在吵架。我爸爸有一次喝酒喝得很醉，然后他回家把我妈妈刚买的一个，我记得在90几年啊，那是一个很漂亮的3层的那种玻璃茶几，我爸爸喝醉酒回来一脚把那个茶几给踹碎了，就是那个断裂的那个声音到现在都还在我的脑子里。因为我当时就吓得就是缩到了一个墙角，然后我还记得我穿了一件粉色的小毛衣，我就趴到自己的那个小毛衣里面哭，我到现在我都能记住那个画面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如果我的婚姻是那样子的，那我真的宁愿一生都不要结婚。留下阴影了，这是。对，我现在就是觉得有缘分就往下走，但是前提是我自己一定要过得好。那没有缘分的话，我更多就是去准备我自己的这个养老生活去了。所以我在养老生活里面，我现在已经做了蛮多的准备。我是从20岁，因为我家庭的这种原因，我其实从很小我就没有安全感，我特别没有安全感。所以我是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想给自己攒一笔钱。首先一件事情，我要买房子，我要有一个红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这才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安全感。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在邮轮上挣的钱，我大概当时挣了大概30万左右。然后回来我就给自己在大连买了一个小房子。第二步，我当时我就给自己买了一个商业保险，这个商业保险就买完了以后交20年，反正我现在是一次性全部交完了。都你自己交的？对。然后第3件事情就是我跟我的亲友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系，我就知道我以后一定能用到人家，因为我自己没后代嘛。你想好自己肯定没后代，我大概率是没后代的，除非有人愿意跟我结婚。你自己喜欢小孩吗？虽然你是个老师。我不喜欢孩子然后因为我自己大概率是没后代，所以我跟我的表弟呀，然后我表妹呀，我表哥呀，都关系都很不错，因为我知道以后有用到人家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是我在人情上的一个准备，这是我做的第3件事情。然后第4件事情，我是给自己，比如说人生我觉得可能会涉及到一个比较大的花销的东西，然后我会留出一笔这样的一个资金，我大概也就想攒个100万左右。100万左右。对，那现在这个目标还有多少呢？目标已经达成90了。就对我来讲哈，就是大病我就花一部分钱治，然后小病的话就干脆不治了，然后实在是那种治不了的病，我就干脆就是死了。就这样子，我也不会说就是掏空家里或者怎么样，会掏空我妈家里去治我什么病。我对生死看得非常的淡。那么我所谓的这个退休是这样，就是我认为是自由职业，不能说完全退，只是我不会再去打卡上班了，因为我自己就一个人生活，我也不是一个很高欲望的这种人，所以我相对来说，我就一个月挣个小点钱，1-2千块钱、2-3千块钱，我就能活得很好。那在我来看的话，我在网上可能随便讲个课，应该也就能到这个收入了嘛。对，这就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而且我是有一个蛮好的一个点，就是你没有父母的养老负担，因为我爸我妈经济能力都比我好太多了。那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就比如说你等你老了，或者等哪天
走了，或者说，那你这笔留下来的钱怎么处理呢？或者房产？如果我的母亲当时还在世的话，我会把这个钱交给我母亲去分配，因为我妈妈是一个比较睿智的一个女性。如果届时我父母已经不在了，那么大概率的话，我会把我所有的钱全部给我姐姐或外甥，只让她帮我办理一个后事，剩下的钱全部给她。哦，可以可以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在我来看的话，我是非常认真的去想这些事，我不是那种异想天开，或者是说就是只说说而已的人。大多数人的也就是梦想，很少有人能够放下人生的各种东西，他会去敢这么做。是的，是的。因为很多人他都需要有结婚的需求、养孩子的需求、老人的需求、社会评价的需求。大部分人为了这4座大山，他一辈子都起不来的。